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陈昭姿委员、尹乃菁小姐、王玉明委员、游淑慧议员、徐宏庭议员。好，那么到底今天这个台湾的几个主要媒体，昨天消息就出来，但今天都放在报纸头条，就是说美国不同意赖清德过境纽约，所以就不去了。哦，之前就有判断了，说如果不给他去纽约，他可能就不去了。哦。那以前的总统去也不见得每次都能到纽约了，但是因为蔡英文到纽约过境2次了，所以赖清德觉得蔡英文可以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呢？哦，这一定就心里不舒服嘛，哈、哦。那本来还传出来说要什么驻美，我们赴美的什么投资团啊一起去啊，赖清德在美国要宣布买多少个波音飞机啊等等哈、哦，至少看起来也这个现在可能没有了哈、哦。那另外呢，赖清德政府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计划要出访嘛，我们那被取消，没计划。是，就是说我们这边总统府外就没有宣布赖总统的出访计划，没有宣布。但这个消息是从巴拿马的那个总统巴拉圭的总统先讲的，巴拉圭总统很高兴嘛，就开始讲啊。那林佳龙刚好去访问，把他讲出来外媒就追嘛，哦就追。然后呢，我们一直没讲，因为什么？事实上我想没有瞧好了，你要瞧好才能讲门，是没瞧好。哦，但是你到巴拉圭是跟人家讲了，所以巴拉圭总统会讲，只是到巴拉圭中间要经过。其实我们每次到什么巴拉圭到哪有重要，主要就是过境外交重要，到美国才重要嘛。你到中南美洲国家，对这个我们的政府来讲好像不是很重要。当然对那边，我觉得这次对巴拉圭总统是很受伤，弄了个半天，我都讲了，你就不来了，你什么意思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哦，我们就说我们没计划，所以我们并没有被他取消哦。那路透社说赖清德还是寻求在今年能够到中南美去，现在只是延期。哦，而且可能是过境德州跟美国某城，这就不重要了嘛。德州好远呐、哦，然后呢，某城那就是要纽约嘛，什么某城都不是纽约嘛，因为纽约离华盛顿最近。当然了，这也有点这个精神胜利法了。就像我们驻美国的这个代表处，不能够去华盛顿 DC， 就是波多马克河对面租个房子，觉得很高兴了。哎呀，我已经遥遥过河，望到华盛顿 DC。哦，就自己安慰自己嘛，哈。那另外呢，川普因为中国抗议拒绝赖清德过境，美国国会说没有啦，中国没有抗议啦。这其实不是没有抗议，他的理由是台湾没有宣布嘛，你台湾没有宣布啊，对不对？所以都不算嘛，没有宣布才算嘛。所以呢，哪有因此呢拒绝呢？他没有宣布，哪有拒绝呢？他从来没有说他肚子饿啊，那我又让他拒绝不给他吃饭呢？没有啊，他没有说他饿啊，就这个意思哈。好，那么大陆外交部说，对台湾的问题要慎之又慎。哎呀，老公也是情理如一，每次要讲同样的话了哈。那另外呢，美中第3轮会谈落幕了，在这个瑞典啊。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去了哦，说他们说是不是因为老公这边抗议，所以呢就不让赖清德去了？他说无关，当然他们讲话有关无关你也听听就好哈。可是这个大陆方面有宣布哦，说呢这个贸易可以这个关税可以延期。但贝森特说，最后还要川普点头才算，哦，就是说，这个人哈、哦，原来是还在美国财经界还蛮有地位的，以前不是那么通通听老板的话的，因为他原来就自己就是老板，但现在什么都听川普的话，因为什么？大概他很多建议都被川普打回票，哎，好吧，你说的是，你讲吧，我讲的没有啊、哦，那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是美中关系开始有点回温了啊，因为川普也想跟习近平见面嘛，所以呢出访点就会比较尴尬了哈。那另外呢，《中国时报》社论说，这叫元首外交生变了，所以台美关系要敲警钟，就是你不要通通压在美国身上，你通通压在美国身上，第一个老美也看不起你，尤其赖清德自己在美国也念过书嘛，你知道老美那个个性，你如果通通靠他，怎么看得起你呢？老美只有尊重强者啊，没有尊重那个弱者啊，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通通靠着他，对不对？那你没有其他选择了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筹码？你也没嘛。所以意思就是说要小心啊，因为台美关系，万一他去拉他的，跟他好的时候，你很小啊，你就随时都可能被放弃。我们看一下。It is a hypothetical at this point. There have been no plans, travel plans for the president. There's been, as a result, nothing canceled. I can tell you, though, a reiteration that transits by high-level Taiwan officials, including presidents, are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and practice. This is not changed.
And just as a reminder for people who may have not have heard us say this from the podium, if they're newbie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那南京跑外交的怎么看？其实我们那天就已经说了哈，就是在巴拉圭总统呢，曝光就是哇，这个赖清德8月要去，然后同一时间呢，媒体呢非常的诡异啊，媒体就把他去程的时候，赖清德去程要到纽约，然后回程要到达拉斯啊，就完全曝光了。在那个曝光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呢，这个行程就泡汤了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严重，就严重在于是国安赖清德身边的国安团队的严重误判。哈，这个他的纽约跟达拉斯的行程的曝光，我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研判是国务院呢刻意要让他曝光见光死的啊。而赖清德的这个国安团队的严重误判呢，是他们到现在竟然还没有看清楚说。在川普2.0的时候，不存在所谓的川普团队，只有一个人叫做川普，川普说了算，不管是外交、国防、内政、关税谈判，所有的曾经在川普团队的里面这些人曾经的鹰派，不管是国务卿 Rubio 国防部长 Hexas。或者是商务部长卢克尼特，他之前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在关税谈判上面，他态度也很鹰啊。所有的呢，全部呢，你只要想要保住这个位置，继续坐在这个位置的话，都只有乖乖的听川普的话。而川普呢，他在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交往上，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棋盘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要跟中国达成了一个大交易。那这个大交易呢，里面呢涵盖着很多的不管是关税，不管是贸易，不管是投资不管是未来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台湾根本不在他的考量之内。我真的都觉得高度的怀疑如果说不是因为呢。这个美国呢，还有一些人呢，常常的提醒这个中国方面还常常有提醒他说不要让这个赖清德的台独势力得逞啊，不要让他怎么样。我都不觉得川普他到底知不知道台湾现在的总统叫做赖清德啊？就是说台湾问题真的不在现在的中美的大的这个框架上里面被重视了哈。所以说呢，现在传出来的这个消息，金融时报传出来消息说因为呢川普呢急于要到中国去访问，他不是也澄清了吗？是习近平邀我没有急着要去哈。所以呢担心关税生变呢，所以取消。赖清德过境纽约的这样的行程，我都觉得还是起码给这个赖清德保留一点颜面，然后表示说好像我们美国是在中国的这个压力之下，没有这回事，我觉得没有这回事。关键就在于是说，中国方面当然会非常的在意赖清德。他试图的想要透过过去的国务院的一些的比较鹰派的系统，还有像传统基金会这些的单位能够促成他能够到纽约，然后到达拉斯。可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呢，他不仅是说他要过境纽约这个部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在达拉斯的这个议程上面呢，他是要有一个投资的访问团的那样的形式。好，然后要去以一个台湾来的总统之姿，要在那边宣布一些重大的投资，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在这个拜登任内的时候，那个时候台积电不是在亚利桑那州的那个厂不是宣布吗？张忠谋不是有去吗？那个时候呢，曾经呢，我们住在那边的代表，他有试图的想要把我们的代表排在第一排。排在第一排或者第二排，或第二排比较前面的位置上，美国国务院的人一来看，就立刻把我们的代表的位置往后挪了。他们不希望，就是说美国跟这个台湾之间，他们要让台湾的半导体去美国设厂，它是基于美国自己的。半导体的供应链的安全要跟中国大陆竞争，不能够让这个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的这么重要的台积电呢，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呢，会变成他们上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缺口。
他没有考虑到台湾的利益，他没有考虑到台湾的角色，对川普来讲，他就是要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然后要赖清德呢，你就是尽量买军火啊，按照我们美国给你们打造的这个议程，你就去打这个城镇战啊，打乡镇战，然后城镇战好，然后这个什么防卫韧性好，然后呢，我们的军火商呢要你买什么武器你就买什么武器就好啦。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异想天开了哈。我觉得这一次赖清德没有办法过境纽约哦，当然是在我们元首外交上面的一大挫败哦。但是这样的挫败呢，我觉得整个赖清德的国安团队哦，要好好的检讨啊。第一个，我觉得赖清德有点操之过急哦。基本上他这是第2年，他第2年呢，他就想要突破，他觉得过去这个马英九或者是蔡英文没有第2年马上就是过境东岸，他觉得他可以，他觉得我只要释放出很多利多，我要买你的波音，我让渡很多条件，蔡英文做不到的，他做得到。各位觉得可以吗？现在大家来看看赖清德跟蔡英文的底气。蔡英文跟美方去建立一个非常信任友好的关系，请问赖清德有吗？并没有。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蔡英文还是多数总统，他的底气比这个赖清德更足。但是现在赖清德就是一心想要超越蔡英文了，所以他设定的 agenda 就是我一定第2年我就可以突破，我就可以过境纽约。他是自己把这一个期望也设定得太大。第二个，他的失误就是他忽略了现在其实美国、中国大陆跟台湾3方这个关系是联动的，特别是现在川普的第2任。他想方设法，最近川普一再释放讯息，他要做什么？他就是要跟习近平见面。他要做什么？他就想要带着美国这一些企业家，继出访中东之后，他下一站，他希望到这个中国大陆，他希望可以在经贸取得重大的成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川普对于中国大陆，他是一再退让了。关税的谈判一延再延，最新的他还要再延3个月。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低头，就是他想要换取他更大的在经贸上面的突破嘛。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台湾就被放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但是我觉得赖清德的国安团队没有看清楚这一点，还一直执着说非纽约不可。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程突然宣布取消，坦白讲，对于我们的友邦是极度的不尊重。我自己在2015跟2016，我有2次随总统出访的经验。你要知道哦，今天要到友邦到访，人家要准备多少的，包括你的维安，包括你的财电，大家上上下下是要准备的。今天巴拉圭的总统敢公开说1个月之内赖清德要到访，这个就是我们政府给人家的讯息。而且别忘了，林佳龙在7月13号，他连续到访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看到的瓜地马拉、贝里斯。这些国家就是还有巴拉圭，就是赖清德要去出访的国家。外交部长已经先行踩点，在地有台商，有他们在地的官员，还有我们出访的团队啊。这一次赖清德是要带很多的企业家，而且华航专机也要准备，林林总总的工作。你在出访前2个礼拜突然说我不去了，所有的过程准备通通白费力气，可以这样子吗？你为什么只有飞纽约过境不可呢？事实上，很多从 Houston 就是有很多的过境，我们从西岸过境也是一个过境外交。然后你如果稍微有一点弹性的话，你还是可以达成3个友邦出访，这个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你就是执着，只要不过境纽约，我什么都不退让。然后你就突然宣布取消，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有点太儿戏了。对我们的友邦，我只能说非常非常不尊重。他们不是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我补充一句，今天呢就有一个消息，就是巴拉圭的国会议员啊，他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他们本来就是属于比较亲中的那一边。他今天看到这个消息说这个赖清德取消访问巴拉圭，他就说跟台湾的这个关系根本就浪费时间。好，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赶快的。就是结束跟台湾的外交关系，跟中国大陆建交。我觉得这样赖清德这样做，就是让巴拉圭呢日后呢，就是更能够对台湾予取予求。他觉得他没有欠你了，以前他觉得你对我好，所以我回报你哦。那大家都是民意代表，那如果你是巴拉圭的民意代表，你说搞了半天，我们总统都宣布了，那只因为不能让他过境纽约，然后就不来了。那你把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我们连过境都不如啊！续要再回来。
好，台湾大家现在在乎关税，最早的时候告诉我们是全世界最早4个国家跟美国在名单上的，人家3个都已经决定了，我们到底还没有，到底怎么回事呢？郑丽君本来上礼拜要回来，所以就不回来，留在那边。第3轮、第4轮，今天还说要谈第5轮哦，他再谈一次，再加1轮都没结果，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哦，那当然说，川普昨天讲了，说跟我们不友好的国家，我们没谈过，我们都15到20%，15到20%还不算高啊，对不对？那所以说，那台湾会不会就15%呢？哦，说外国媒体说，川普给了最佳税率，没告诉你多少，但是给你一个最佳税率。现在问题是不看几%了，现在问题看它到底整个 package， 整个包裹是什么东西。哦，日本15%，欧盟也15%。日本要投资5500亿美金啊，欧盟要投资6000亿美金啊，还要买一大堆东西，几百亿、几千亿的这个那个买一堆东西哦，那个才严重啊！而且将来立刻的这个半导体关税怎么样，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了哈。好，那么传说美国要去台湾比照日本加码投资更多，日本就5500亿嘛。啊，那台湾有多少？有的说3000，有的说4000亿美金。大家知道，我们70年来大家这样胼手知足，好，那个厂商多么辛苦。我就看到很多臭的老板呢辛苦然后呢，我们的环境被牺牲，我们的劳工被牺牲，好，然后呢做出好的产品，然后呢价格低卖给美国。美国现在说你过去赚的钱通通给我吐出来，就这个意思。我们现在5000多亿外汇存底啊，拿个3、4千亿出来，而且投资像日本啊，投资呢。日本因为1兆1嘛，所以就要拿5500，刚好一半。投资呢90%利润还给美国，而且投资什么不是你决定，是我老美决定的。我们川普告诉你投资什么，你就来投资什么，那是我需要的。好吧，这个现在传出来说叫我们的钱去投资孙正义的什么 AI 园区，因为孙正义原来答应了川普说要投资很大的钱，后来孙正义缩手了，那现在不管啊，那孙正义没补的台湾去啊，传出来这样啊，但是真假不知道了啊。那行政院说，郑丽君还在华府磋商，希望达到贸易平衡的目标啊。然后另外呢，这个韩国瑜啊到农协去致辞了哈。那是说呢，政府不要牺牲农民，为了保关税，就为了你那15%、20%呢，把农民的权益都牺牲掉啊。农民很可怜的啊，你从这次袁嘉南淹水你就知道，淹一次水1年的辛苦耕作都没有了。本来就很辛苦，我们这种小农本来成本就很高。美国那个大农在空中撒农药，在空中喷种子，你怎么去大型的收割机去收割？你怎么跟他竞争呢？那说关税结果可能不是很乐观因为呢，这个第一个呢，可能我们政府错估形势，把手中的筹码先拿出来了。对川普这种谈判高手来讲，你先拿出筹码就不算你的筹码，是我的，谁叫你给我了那特别是台积电自己已经先去讲要投资1650亿美元另外呢，就是川普又提到半导体关税，又点名台湾所以那个是第2次，这很讨厌那另外呢，所以他们说半导体关税冲击不亚于对等关税，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去年赚了美国739亿美金今年上半年赚了它550亿美金，第一次这么几十年超过香港、大陆，我们很高兴，550亿。550亿美金顺差里面呢，70%都是 AI 啊，这个通讯产品，这是我们的强项。那现在人家这个要给你课税这叫做232条款，所以这个才是大魔王。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最重要。对有些国家如果没有只是输出一些纺织品啊、运动器材，跟台湾早前一样，早先的时候那不重要。我们现在不是啊，就怕232美国国会山庄报是说呢，美台关税可能取决于美中谈判，所以呢，美中如果谈得好，我们就惨了；美中谈不好，也许我们还可以有一点机会。所以台湾要思考，将来会变成一个新的单打独斗时代，就不能够再依赖白宫的支持，新单打独斗就我一直在讲说，我们两岸要采取一个等距外交了。你老是只抱美国大腿，到时候美国一脚把你甩开，你就屠夫护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你两边都要等距嘛，这边要对你好，那边要对你好嘛。不能，我们做人不是也是这样吗？你都压一边多危险啊！那美国财政部长说呢，中国方面说呢，要这个在延期间，川普才能决定我也不能决定那你都不能决定，你们去谈什么呢？谈是要回去跟老板报告，都不能做决定。我们看一下。
最近受到对等关税的影响，因此盘面上都是比较震荡。不过在周三早盘却是逆势来往上攻，原因就是受到台积电的激励之下，也因此收复了所有均线。只是关税至今还没公布，还是存在隐忧。网络上还谣传关税落在25%，要是再加上汇损，还会更惨。也有分析师推估3大剧本，认为最惨是32%，传产很难活以外，甚至可能出现货品无法通关情境。机械工业啦、手工具啦，有一些都会比较吃力一点啦。25%那当然是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哦。产业界大佬们也忧心，迟迟都没谈好，肯定有条件难以过关。就有网络传言说，川普要求台积电入股英特尔，还要交出技术。台湾对美的输出，事实上60%-70%是属于高科技电子产品的这一块。假使它提高了更高的关税的话，那对我们的打击会比较大一点。而美中谈判目前决定延长关税休兵期，气氛看来良好。有人质疑会不会反而对台湾不利？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是用国安局长去谈的。而不是由经济部长或者财政部长去谈，反而是国安局长去谈。可见美国要用国安这一块来跟台湾谈整个的关税。台美还没谈妥，可能因素很多，也让市场不断出现关税纷扰，依然是未爆弹。来，赵志委员怎么看？我想说，这个关税部分冲击的那个错估哈，就跟刚刚前一段大家谈的那个过境外交的错估一样，就是这么大的事情，就一连串的就是错估。像4月7号，大家还记得，就4月7号他邀请3长卓荣泰啊，那之前一天他叫大家安心睡觉啊，好，那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这1-2周来，我们以在野党来说，就是好多劳团哦。好，那些玉米也有去，但是他不止来这一次了，大家就非常的这个害怕担心，因为在4月那个时候刚公布的时候，其实包括减薪，好，包括无薪假、裁员都已经跑出来，还有订单跑一半的，因为都不知道说到案以后会发生什么状况，所以那一天，那他们也是随便讲讲，那天880亿，其实我心里有数，880亿就不够啊，因为所有的评估都说这个冲击，那这冲击是政府要出来评估，他就是始终没有给啊。后来好像我几个在野党的县市自己先开始做评估，大概我看到的评估，学者们都说至少是从3.5到5%的 GDP 开始起算，有人到十几个还是自由时报自己写的。那我不知道他写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每一个 GDP 代表多少？代表2000亿到2500亿啊。那你刚开始丢了一个880亿，然后还说那天我们就当场黄国昌当场就跟他要这个财务冲击评估嘛。那郑丽君还说好，就是回去以后就会给我们。结果呢，到今天都没有嘛。然后没有几天以后，他就变成4100亿。好，那当然880亿要给产业，大概变成930亿哈。所以，但是那个4100亿，我就说它太简单了啦。它2000，我就算我2700字要换4100亿，你要让我们搞清楚嘛。我做一个字就要拿1.8亿的稿费啊，就不清楚。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也要跟很多我绿营过去自治绿朋友讲，当年我们在反服贸，只是一个服务业的贸易的部分，我们都觉得不能黑箱。一群学生冲进立法院。那现在其实那天研究院教授也有发现，其实我在讲一样的话，好，我就我们讲一样话，我们一定大家共赴国难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你要几个版本嘛。所以我后来回想说，1996年至少好像李登辉总还跟我们说好，没问题，他放心，我们有18套版本。那时候我没有想要跟他要打开来看，但现在时代不同，我们至少说你大概谈到什么程度，你需要多少就我们一看就是不够嘛。那如果像刚刚跟大家讲的，这4100亿就是不够，就没想到4100亿是作弊。他那个作弊，我们算一算哈，就是把那个总预算的那个删掉的部分全部都补回来，台电啊补助什么都放进来，全部都补回来。所以到今天我们都还一无所知，所以劳团和民众大家都不知道他牺牲哪一部分。现在不是只有关税，大家刚才提到汇率、关税附带条件也很可怕啊。然后还有个非关那个关税的贸易的壁垒的部分哈。那你看澳洲他们说川普好高兴啊，澳洲20年不买他们的牛肉了，好，有一些比较高龄的牛还是牛角肉等等，他现在全部都放弃了，最后他都接受了。那可是那时候我在质询邱部长的时候，他从头到尾就在那边根本搞不清状况，然后一句话都没法回答，就是我们会注重食安，我们会让民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要放的东西必须很多，才能满足那个美国的需求，所以现在比当年的服贸的黑箱还黑箱，我们都不知道，但影响层面更大哦。对啊，金额大得多。影响层面是整个国家的，整个产业，所以到现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如果消息是好的，我认为大罢免之前他就会告诉我们。对，如果他就一直好的话，卡着，早就因为他会加分嘛。早就敲锣打鼓讲这样了啦。对啊，可见就是困难度很大，一直都卡在那个地方，当然所以本来跟川普谈判困难度就很高了，本来就很高啊他也知道了，他美国很强势嘛，对不对？他市场很大啊，所以川普都喜欢跟你单独谈，一个一个谈，他觉得我可以压住你，他不喜欢打群架。欧盟啊，他不喜欢27个国家来谈，不喜欢英法这个一起来谈，德啊法一谈，他就要跟你一个个谈。哦，跟那个范德赖是跟你一个人谈啊，台湾结果大家只好弃甲义兵啊，所以川普第一个他也很会谈，他以前就房地产就靠谈判起家的。哦，那你筹码又不够哦，所以就会被他这样予取予求。但是你基本该守的还是要守住嘛。休息一下再回来。